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怀孕2个月，发现老公出轨了，找人跟踪他，发现出轨对象是我闺蜜。我打掉孩子，闺蜜知道后气疯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老公叫张林，是我的直系学长，他五官俊朗，长相帅气，是法学系系草，当然我也不差，追的人也大有人在。他大4那年，我大3，是班上的班长，他毕业论文的导师，是我的导员。我们经常在导员的办公室遇到，一来二去也就熟了。他本科毕业后开始找工作，我毕业后被保研，又开始读研。研一时，张林开始大张旗鼓追我，搞得学校人尽皆知。半年后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研究生毕业后，家里给了一笔钱，开了一个小律师所。张林成为我聘用的第一人。2年的时间，律师所越做越大，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。25岁时，我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嫁给了他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父母不让嫁的人，千万不要嫁。结婚后，他家急着让我生孩子，我以工作为由推了2年。现在怀孕2个多月，怀孕后他对我越来越好，洗衣服、做饭，就算半夜想吃一碗小馄饨，他也会立刻去买。家里买了一堆育儿书，休假时总是翻出来看。他对孩子比我更上心，只是每天回家的越来越晚，每次打电话都说工作忙，一天晚上他照例加班。我看到小学弟的朋友圈，吐槽一个人在加班，察觉到有问题，他有事瞒着我，这也是我第1次怀疑。第2次是我半夜上厕所时，在洗衣机里衬衫内面发现了一个棕色的长发，而我是黑短发，工作接触，不可能把头发留在衬衫里。直觉告诉我，他出轨了。短暂的伤心后，振作起来。我是一名律师，怀疑丈夫出轨，肯定要拿到有力的证据，以便离婚时做到自己利益最大化。第1步，先抓到他出轨的证据，搞清楚小三是谁。我开始找私家侦探跟踪张林。2天后，拿到侦探拍的照片，上面2个人我都很熟悉，一个是我的老公，一个是我好朋友李瑶。李瑶是我和张林在一起后认识的，他俩同乡，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哥们。刚开律所那会儿，张林把他推荐到律所工作。他毕业于一所3流大学，又不是研究生，按理说不可能进入我的律所。看在认识几年，又和张林是老乡情分上，才同意他入职。确定了老公出轨，又找到了小三。接下来实施我的第2步计划，打掉孩子。我肯定要离婚，如果把孩子生下来，面对离婚的父母，孩子的童年是不完整的，而我也没有做一个单身母亲的打算。晚上张林回来，见我没睡，老婆，怎么了？这都11点了还没睡，是不是饿了？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如果不是知道他出轨，我可能还觉得他体贴。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带你去医院。我回答，没有，就是有点想爸妈了。我父母在环球旅行，目前在美国，刚好我打胎后要休养一段时间，国外更合适。我委屈道，天天在家里闷都闷死了，也不利于养胎。我也想出去玩玩，去美国，刚好爸妈在那边可以照顾我。张林面露难色，但还是没扭过我。半夜醒来，我发现张林没有在床上睡觉，悄悄地走出卧室，见另一个厕所的灯是亮的，走过去听见他在打电话。他说他要去散散心，这我也没办法。你放心，你的孙子肯定没事，去了国外，他爸妈肯定会照顾好他。妈，您就放心吧，肯定会离婚的。孩子一断奶我就离，
瑶瑶会理解我的，明天我就告诉她。听见他挂了电话，我赶紧回床上躺着。第二天，我趁着张林去上班，去二手市场买了一个监听器，把监听器安装在卧室的衣柜上。以张林的身高，根本发现不了。当天下午，我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。我没有告诉爸妈张林出轨的事，只是说现在还不是生孩子的时候，想把孩子打掉，并让他们不要告诉张林。父母可能是猜到我和张林之间出了问题，也没问具体原因。我顺利打掉孩子，在美国休养。在这期间，我掐着点等张林下班，监听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知道我去国外了。两个狗男女越来越放肆。张林把李瑶领回家，在家里厮混。我的耳机里也时不时传来的声音。两人事后休息，张瑶感慨：这房子真大，我要是能在这里有一套房子就好了。张林和李瑶出生在一个西部的小山村，我只是结婚前去过一次，那地方很落后，一个村里就出来他和李瑶两个大学生。这个小区的房子可谓是寸土寸金，就算他们在这个城市上100年班，也买不起。张林安慰道：放心吧，会有的。你想到让周宇净身出户的办法了，等孩子断奶后，把他送进监狱，他名下的所有财产就是我儿子的了，我儿子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李瑶娇笑一声：你真坏。还有更坏的。接着耳机里又传出的声音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这对狗男女竟然还想把我送进监狱，我怎么可能任由他们摆布？休息了2天，接到我朋友气急败坏的电话：周宇，你知不知道最近张林在搞什么？怎么了？张林把律师事务所的很多资源介绍到另一个所里，这事你知不知道？这个朋友是我读研时期的师兄吴晨，也是我的合伙人。他告诉我，张林打着我的名义，把律所的大客户全部介绍到一个刚起步的小律所，费用也便宜了1倍。我先安抚吴晨，让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会给他一个交代。我打电话给之前的私家侦探，让他查这个小律所，下午就得到回复。果然是张林和李瑶一起开的律所，同时侦探还给我很多他俩在一起的照片。原本还想休息几天的我，赶紧回国。回国的第一件事，我找到了吴晨，从他那里得到近2年事务所的财政支出。仔细一研究，才发现出张林手上经过的每一笔账都有问题。这么一算，自从我们结婚这2年，他从事务所顺走近100万。打电话给事务所的会计，才了解到，每次张林都是拿着我的签字去找会计拿钱，而那些签上我名字的文件我见都没见过。只有一种解释：张林模仿的我签名，偷拿我的公章，而且自从我怀孕没上班开始，更频繁了。这些证据足够他在牢里蹲几年了，但这些还不够解我心头之恨。晚上回家，张林破天荒的没有加班，做了一桌子菜。老婆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我知道你今天回来，早上特地买的小龙虾，这个糖醋排骨也不错，尝尝。看他那殷勤的样子，我知道他肯定有事。果然，吃到尾声，他开口：我经手的那个案子黄了。他经手的是一个大案子，要是一些小案子，他也不会这么殷勤。他找到了另一家律所，价格比我们低1倍。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安慰他：没事儿，我们律所不缺案子。他笑嘻嘻道：我老婆对我真好。我恶心的想吐。晚上趁他洗澡，把家里的监听器扔进马桶，又偷偷在他公文包旁边按了一个小型监听器。第2天下午，
我乔装打扮了一番，坐上出租车到律所门口。快下班时，接到张林的电话：“老婆，我今天又要加班了，你早点睡，不用等我。”我假意关心了几句，才挂掉电话。没一会儿，张林的车从地下车库开出来，无线耳机里也传出来他和李瑶的对话。李瑶问：“周宇肚子里的孩子还好吧？”“放心，没事儿。”“要是我自己能为你生一个孩子就好了。”我脑子轰的一声。李瑶无法生育，同时也意识得到这不是普通的出轨。从一开始，他们就是奔着我的孩子、我的房子、我的钱，这是专门为我下的套，而且我还中套了。张林安慰他：“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，等孩子出生，我经常带过来，你们多培养培养感情，以后你就是他妈。你让周宇查查，看看是不是儿子，咱妈想要一个儿子，不是的话就让他打了吧，不然又浪费时间。”张林回答：“好。”没2天，张林让我去医院检查。“你去检查，看看是男是女。我妈喜欢男孩。”我佯装生气：“你妈？万一是一个女孩，你是不是就不想要了？”“怎么可能？儿子女儿我都喜欢，这还差不多。”为了逼真，我找到在妇幼保健院上班的高中同学，当着张林的面拿着在美国的报告单解释。同学看着报告单说：“是个男孩。”报告单是真的，同学没撒谎。在打掉孩子之前，医生告诉我了。张林一听是个男孩，脸上笑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，让我多吃点。同学不了解真实情况，笑笑道：“你老公真疼你，他不是疼我，他是心疼他的儿子。”确定是儿子后，张林给他妈打了电话，他妈执意要来看他未来的金孙子，顺带照顾我。我算算时间，最快也是1天后才到。这1天我没闲着，找到李瑶所住的小区。以前就他说过，自己赚了一笔钱，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。虽然这边的房子比不上我那套，但一套房首付仍要100多万，以他的工资根本支付不起。我严重怀疑是张林给他拿的钱，这件人竟然拿着我的钱给他情人买房。没关系，这些我都会让他吐出来。张林的妈叫李彩花，她来了之后，我的行动就没有那么自由了。说是来照顾我的，最后还是保姆做饭、洗衣服。她还挑剔，口味太咸了。老祖宗说，孕妇不能吃太咸，下次给她做饭就不要放盐了。带腥气的也别吃了，对孙子不好。多炖点骨头汤，生孩子的时候也有力气。还有，少吃一些甜的，孩子生下来血糖高。他妈一顿指点后，又转头对我一顿输出：“小雨，你也要多锻炼锻炼，屁股本来就不大，不锻炼更不好生。”说完好像是想起什么：“咦，小雨，我跟你说，我的孙子可是要顺产的，不能剖腹产。顺产的孩子聪明，你看我儿子多聪明，考上名牌大学。你能生他的孩子是你的福气。”我翻翻白眼，当年是多眼瞎，找了这群奇葩。李彩花的锻炼不是说说而已，早上7点就让我从床上爬起来，还没找到那套房子首付的来源，肯定是张林付钱，但我没有实质证据，在法庭上要讲究证据，我只能暂且忍耐，受早起的折磨。早上我在小区散步时，一个40多岁的女人抓住我：“你是李彩花的亲戚？”我看着面前的女人，穿着不算好，有些破旧，说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。我一脸疑惑：“你是？”女人扯着我的衣服问：“李彩花在哪儿？你载我去找她。”她在小区门口守了好几天，看到这个女人和李彩花一起进去小区，本来想找李彩花单独说，
但这2天债主催得厉害，只好逼着这个女人带他去找李彩花。我一愣，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，也不回答她。大庭广众下，她还能把我怎么样？女人见我不讲话，又说：“我只找李彩花，带我去见她，她欠我钱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”我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猫腻，先安抚她：“你别着急，你先跟我说，我有钱。”女人怀疑地看着我：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“我是他们家的媳妇。”女人嘟囔着：“和上次那个不一样啊。”接着女人接了一个电话，回来后更急躁了：“你是周宇？”我点头：“上次那事儿不是说好成功失败都给我50万吗？后来流产也不是我的错，我现在只收到刚开始的5万，还有住院时的医药费都是我自己掏的钱。我月份那么大流产，对我的身体也造成伤害，你们怎么也得补偿我吧？”女人盯着我，耿直地说道：“医药费加上补偿费，再加上之前的45万，一共50万，不过分吧？”我大惊，突然想到上次听录音时李瑶的那句“又浪费时间”是什么意思了。合着他们之前就找人给张琳生孩子，检查了是女孩就打掉了。我安抚女人：“这么大一笔钱，不是马上就能给你，银行需要申请，3天之内绝对给你。”女人见我态度诚恳，给了最后期限，也没再纠缠。那女人走后，我悄悄地跟着她，来到一个破旧的旅馆。她进去后，我向前台打听这个女人。小旅馆管得不严，我说那是我老家跑过来的亲戚，精神有点不正常。前台是一个年轻的女孩，一下子像倒豆子似的向我吐槽。女人叫孙丽，来自外省，4天前住进这家旅馆，这让我马上想起李彩花。她4天前从外省赶过来，孙丽应该是跟着她才找到这里。结合之前的猜测，一切变得有迹可循起来。1年前，张琳又吵着要一个孩子，我以工作忙、压力大拒绝了。李彩花天天给我打电话说想要孙子，再不生，他们老张家就绝后了，等等。当时哭着吵着要孙子的人，过了几人再也没打电话了。刚好那几天，张琳说老家的叔叔死了，要回去参加葬礼。自他回去后，李彩花便没再打电话。我以为是他回去给他妈做好思想工作了，原来是找人生孩子去了。还有李瑶，当时我记得他俩一起回去，还在我这儿请的假，这在中国是犯法的。我越想越激动，出来散步，没想到还给了惊喜。如果能证实这是真的，那张琳在牢里没个10年出不来，还有李瑶和李彩花也要进去。现在要有足够的证据，我必须再见孙俪一面。他们几个人中，最好突破的就是他。我等了2天，联系上孙俪，这边钱出了一些问题，我们见一面。孙俪一听钱出了问题，立即答应见面。我提前做好准备，买了一支录音笔去见孙俪。孙俪有些拘束，她第一次来咖啡厅，我帮她订了一杯咖啡，加了5、6块方糖。孙俪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你们城里人的化妆技术真厉害，第一次见和现在完全是2个人。”我猜到上次在小区里，她认错人，把李瑶和我搞混了。这次来，我画了一个和李瑶一样的妆容，脸型和鼻子修得更像她。也怪孙俪当时没有仔细看李瑶，不然应该能认出来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接着他又问：“钱出什么问题了？”我欲言又止。我老公说你没有按照约定流产了，算是违约。我劝他多少给点，毕竟我是女人，知道你受的苦。可是我们家的钱全在我老公那儿，我根本做不了主。
孙俪一听拿不到钱，气愤道：当初是你们来找我，拿钱让我给你们生孩子，都谈好了，现在不给钱了，你当老娘好欺负，孩子确实没生下来，我也没办法。孙俪着急地嚷嚷道：这能怪我？明明是你的卵子有问题，当时做的时候，医生就说了，你的卵子质量不行，有流产的几率，而且你们也说了失败，成功都给钱。我为难地看着他，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主，要不你去找我老公吧，我也是女人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50万对我们来说是小事，我也想补偿你，但是我老公不松口，我真没办法，要不我给你老公电话吧，但你千万别说是我给的，不然他会打死我。我眼神里透露着害怕，给孙俪了一个号码。孙俪盯着我，眼里像是能喷出怒火，少给我耍花样，然后气愤地离去。我知道他肯定要去找张林，现在就等张林的行动。1天后，4家侦探的电话打过来，那些钱都打到海外的账户了。我找了几个朋友才查到，那些在国外转几个账户后，回到张林的账户上，现在只等张林上套了。这段时间我要对付张林，得先支开李彩花，让他顾不上我才行。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一边刷着地音一边说，现在的女孩子太不自爱了，年轻的时候玩得太疯，现在后悔的都来不及。李彩花抬头，怎么了？李彩花以前用的老年机，没有刷视频的软件，来了这边之后，张林给他买了一个智能机，不过他只会简单的操作，不会玩地音。看到我拿着手机刷视频，也想凑过来。我把地音上的新闻放给他听，不认识字的他听着视频里的解说，一下子明白怎么回事。你们大城市的女孩子就是不自爱，哪像我们那边，女人一辈子就跟一个男人，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我跟着附和，是啊，都不能生育了，一辈子都没自己的小孩了。我有一个朋友也是，知道媳妇不能生孩子，婚都离了，一打听，好吗？打胎4次，这种无中生有系列，他要多少，我有多少。李彩花听了我的话，脸都白了。我继续上眼药，还有一些避孕药，副作用很大。前段时间专家还说吃多了影响卵子质量。有了我的言语挑唆，刚吃完早饭，李彩花就出去了。我猜想肯定去找李瑶去了。我跟着他来到的李瑶和张林的小律所，他俩打着了解案子的名义，不在律所上班，而是在自己律所处理案子。我真是养了2个贱人，换了几次的店的监听器，也发挥了它的作用。我的无线耳机里传来他们的吵闹声。李彩花一进律所就开始大闹，活脱脱的泼妇。咨询的客户间这阵仗，纷纷离去。李彩花指着李瑶的鼻子骂：你这贱人，是不是因为你以前打了太多次胎才怀不上？李瑶脸色一白，苦笑道：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这贱人不安分，不能给我生孙子，还拖着我家儿子。张林劝道：妈，不是这样的。李瑶很单纯，她很早就和我在一起了。李彩花见自己的儿子说话，火气才消了几分，但还是没给李瑶好脸色。以李彩花的脾气，李瑶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其实什么吃避孕药影响卵子质量，这些都是我编的，就是为了骗李彩花，挑拨她和李瑶的关系。不过李瑶大学时男朋友确实挺多，甚至一直脚踏好几只船，这点我没冤枉她。晚上张林没有加班，回到家满脸愁容。我知道他愁什么，愁钱。张林下班回来的时候，被孙俪堵住要钱，可能是我演的有效。孙俪在威胁张林的时候，全程没有提起我。
这还得多亏侦探查出孙俪以前的生活。孙俪之前有一个丈夫，对她不是打就是骂，后来丈夫死了，她也被婆家没生孩子为由赶出来了。几年的家暴生活对她来说是阴影。上次见面，我故意为难说的那些话，让她以为张林也是一个家暴男。在张林回来之前，我听了那些录音。孙俪说，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不怕进监狱，要是不给钱，大不了一起进监狱。我无儿无女，什么都不怕，倒是你有大好的前程和工作，不想就这么毁了吧。孙俪的这话可谓是说到了张林的软肋。他读了20多年书，只为走出大山，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了，有房子，有儿子，有票子，他可不想毁了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孙俪。只是50万，对于付完房子首付的他，是一笔不小的钱，何况还是孙俪给他的3天时限内。他不高兴，我就高兴。我躺床上玩开心消消乐，他靠在我身上，老婆，你有一段时间没去律所了吧？我怀孕了，不想去，而且律所有师兄，我放心。他怎么说也是外人，防不胜防。要不然还是我这个老公帮你看着他。我知道他想干什么，无非是公章在吴尘那里，他不好下手。我看着他一脸算计的模样，忍不住想笑。设下的圈套，他肯定会往里钻。果不其然，2天后，我就收到张林准时上班的消息。这得多亏在朋友圈经常吐槽的小师弟。从孙俪找上张林开始，我就找到小师弟，让他看到张林上班通知我。我收到消息就去了律所，刚好李彩花去找李瑶。这2天，李彩花在我的挑唆下，一天去找好几次李瑶。来到监控室，和监控室的大爷守了一上午。我坚信今天就是张林动手的日子。果然下午，他见吴尘不在，拿着一份文件偷摸着进了吴尘的办公室，找到公章盖在那份文件上。我拿着手机将这一切录下来，藏在大爷的值班室里，并嘱咐大爷别说我来过。20分钟后，张林来到监控室，找了一个借口将大爷支出去，而他操作着电脑，将他进吴尘办公室的那段删掉。当然，他删视频的这一段也被我用手机拍下来。爹已经进来了，现在要做的就只有等钱进了张林的账户。接到私家侦探钱到账的消息后，我做饭请李瑶来家里吃一顿，想亲眼看李瑶和张林母子失控的样子。其实以前我们3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、逛街，那时候太傻了，没发现他们2个有私情。餐桌上摆了好几道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张林一看都是我爱吃的，今天不是请李瑶吃饭吗？怎么都是你的口味？瞧瞧，我以前多傻逼，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张林总是先紧着李瑶，点餐总是先点李瑶爱吃的，然后是他自己，最后才是我。来我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也是李瑶喜欢的菜居多。李瑶坐在张林旁边，没事儿，这不是于姐怀孕了吗？李彩花白了一眼李瑶，肯定是先紧着我孙子。我坐下边吃饭边说，我想说件事，孩子我已经打掉了。什么？李彩花和李瑶异口同声。李瑶看着我苦笑，于姐，你开玩笑呢？我没开玩笑，孩子让我打掉了。张林见我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站起身指着我，你他妈的疯了。李彩花坐在地上，边哭边骂我贱女人，打掉她的孙子。我依旧坐在餐桌前，一口一口吃着饭。李瑶看仇人似的看着我，周瑜，林哥待你不薄，你凭什么打掉他的孩子？我故意问李瑶，这是我和张林的孩子，也是我的家事，你怎么用那种
眼神看着我。李瑶气急，我是替林哥不值，他当然气。他虽然生不出孩子，但一直渴望张林有一个孩子，这样他就能顺利嫁给张林。为这个孩子，他等了5年了，现在还是功亏一篑。我笑道：我可不想我的孩子以后叫你妈。李瑶和张林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李彩花听到这话，也停下谩骂，转头问李瑶：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告诉他的？自己生不出孩子，也不想我老张家有后。张林问：你早就知道了？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恐怕以后我连自己的孩子的面都见不着吧。李瑶说：你都和林哥结婚了，为他生个孩子怎么了？林哥他根本不爱你，他爱的是我。以后我也会像对自己亲生一样对他的孩子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听到李瑶的话，我气笑了。我是不是还得感恩戴德？李彩花也反应过来，瑶瑶帮你照顾孩子有什么不好？要不是她不能生孩子，还轮得到你？我看着他们厚颜无耻的样子，摆摆头。你们还是去和警察说吧。李彩花疯了似的，你把我的孙子打掉了，还敢报警？那我们就让警察来评评理。说完，一屁股坐在客厅里，赖着不起来。张林听出不对劲，周宇，你什么意思？他话音刚落，有人敲门，我去打开门，门外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。张林和李瑶在吗？张林到现在还不知道他非法转移律所资金的事被发现了。我是张林，怎么了？我们怀疑你和张瑶女士非法转移吕宇律师事务所的资金，麻烦你们跟我们走一趟，接受调查。张林转头看我，周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摊开手，很明显，你们非法转移律所的钱被师兄发现，并报警了呗。李瑶一听，脸色煞白，眼睛发红，疯了一般朝我扑过来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，打掉我的儿子，又陷害我拿钱。警察见这架势，上来拖住他，将他俩带回警局。我打电话找到小区的保安，将李彩花赶出去。第2天就有相关部门来律所抱走大量的文件，让会计配合调查。他吓得瑟瑟发抖，以为是自己账上出了问题。我安慰他，让他放宽心。再说，他的每一笔账都是按规章走流程，经得住查。很快查到经张林之手的每一笔账都有问题，又把我的签名和张林仿照的签名做了对比。接着我又把拍到的视频发给警察，警察查到这几年张林转移的钱高达200万，每一笔都是先转到几个海外账户，再转到他本人的账户上。还查到他给李瑶买的房子，李瑶为了房子也参与其中，2人坐几牢是肯定的。随后我提出离婚，并把自己的手里张林和李瑶出轨的证据摆在法官面前。法官一锤定音，判我离婚。之后我举报李瑶、张林、李彩花、孙俪非法代孕。警方很快介入调查，抓到孙俪和李彩花。我把手里的录音交给警察，几人打死不承认。没想到孙俪在审讯的时候毒瘾发作，做了尿检才知道这人吸毒，经受不住毒瘾的折磨。孙俪招了，原来成功受孕之后，孩子月份大了，孙俪悄悄地给孩子做了2份亲子鉴定。一份亲子鉴定上赫然写着孩子和张林相似度达99%，另一份上写着孩子和李瑶的关系。他本想凭借这2份亲子鉴定牢牢拴住张林2人，结果现在成了证据。接着又查到孙俪流产住院的事，这下彻底坐实了4人非法代孕的事实。张林和李瑶至少蹲10年，李彩花也喜提了几年。
至于孙俪，后续帮警方破获2起贩毒制毒案，他们最终判了几年，我倒没关注，毕竟我很忙，忙着帮律所的客户打官司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